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稍后加入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川普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哎呀，反反复复的，现在就是自己一直在那边一下放话凶，一下放话善意啊，就是自己好像在演一人分饰两角那种感受哦。那他现在要第3度来延长 TikTok 的禁令到6月19号。他说呢，这个字节跳动旗下的短影音平台 TikTok 未能在6月19号期限前达成协议哦。那他是愿意延长这一家中国企业出售其美国资产的最后期限哦。所以他现在看起来好像在释放一些善意啊。他说，愿在适当的时机降低对中国的关税。然后原因是因为他们很想跟我们做生意啊，就是哪怕他释放善意，但是他嘴皮子不能输就是他面子不能掉，就说是因为你们想跟我做生意，我才要跟你们再谈一谈呢，我会替你们来降这个关税。他在接受 NBC 访问的时候说，某个时间点会来降关税的否则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中国做生意，因为他们很想跟我们做生意哦。那他说对于中国近期的声明也表示赞赏，认为这些表态积极正面，同时强调任何达成协议都必须是公平的。这个是好像释放善意但是转头他又讲说，哎呀，跟中国建交是尼克森做过最糟糕的事情转头又变了个样啊。所以你看他一个人这样反反复复的，但是他又说，现在美方的官员正在就不同议题与中方的官员在进行沟通。那再来呢？现在中美看起来是谈不拢因为中方也没有想要跟他谈嘛，所以川普就开始又在内部找麻烦嘛，他又再次批评这个就是联准会主席鲍尔说，完全的呆板矮板，又说任期结束之前呢，是不会开除他的，因为他之前是想说会要提前开除他，因为他本来任期是到2026年的5月任期结束但是呢，他现在讲说，我不会，就又改口啦，又变啦。一下子说要开除人家，一下子又说不会那就连他的任期也是这样子变来变去他原本之前讲说有可能要选第3任总统但是他现在又转念又改口啦，又说没有兴趣要选第3任总统任期，所以变化之快瞬息万变，真的是用来形容他不为过。那再来川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形容大陆是吸血鬼谢峰怎么回应他？大陆驻美大使谢峰他就讲说，发起关税战的不是中国我们也不想打架，但是呢，也要告诉美国，我们也不会被吓倒。所以现在看起来这是变成一个僵局因为美国在那边自己上蹿下跳的弄半天，结果中国大陆好像来一个就是冷眼旁观，看你要怎么样耍猴戏的那种状态反反复复这样的情况，其实就连美国自己内部的美企现在都已经有许多大企业在财报当中出现这4个字，叫暂停财测，因为谁知道明天会是怎么样呢？市场分析师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预测前景的，谁料得到川普下一秒钟会怎么做呢？还有 UPS 这个知名的物流龙头相信很多人都使用过 UPS 结果他现在也是大受影响，要裁员2万名员工，现在物流或者是产品大幅减少运到美国的所以他们现在物流人员需求量也是大减，经营100年竟然也是被毁在这个川普手上现在要裁撤2万员工，而且关闭掉全美73座营业据点。他说呢，现在要因应业务的结构重整，还有营运的利润压力在全球的贸易环境变动当中，必须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那所以为了要绕过关税，很多的美国人掀起了代购热，飞到了大陆去扫货那因为呢要因应这个关税新政，所以像是大陆的电商平台 Team 跟 Shein 都已经开始不再特别是 Team 啦，不再卖给美国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商品。那 Shein 是加价来销售那另外包含了像 Nike 艾迪达这70多家的运动品牌，现在都联署写信给白宫，希望要求豁免对等关税不
不然呢，这个目前低于800元的包裹也将面临到120%的关税，所以现在看起来他们生意也不用做了呀。那很多美国人是直接这个跳过这个海关，他们自己就是旅游兼采购甚至是变成转型成代购业者的方式来绕开关税。那再来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大陆很知名的品牌泡泡玛特啊，就是被形容为潮玩具。它最近呢推出了新一波的这个拉布布啊，拉布布现在在全球非常的红哦。那它这个前方高能系列在美国推出的时候，其实因应关税呢，它原本的价格从$22已经调升到$28，但是在商场当中仍旧看到了大排长龙的场景啊，很多美国的消费者照样要去抢购这个拉布布，现在是变成一个全球缺货的状况，所以人家讲说，哪怕你加关税，你还是挡不住啊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潮玩的吸引力。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呢？那个泡泡玛特22涨到28涨太少了吧？它应该要涨145%，啊，145，所以应该卖50块才对。对啊，好贵。我帮他算一下，所以怪不得大排长龙啊！还觉得赚到？当然赚到啊，对不对？这个它才涨25%，对不对？是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啦，中国跟美国关税战这样硬干啊，双方面对的危机是不同的啦。美国面对的就是即将来的缺货危机嘛，缺货危机其实会联动一些失业啊，比如说港口，现在洛杉矶大概就少掉40%的运量，对，那它会联动到国内的卡车司机啊，货柜的司机啦，火车啦，所以你刚刚讲到那个联邦快递，那只是其中之一，实际上会有一波失业潮，对，那缺货一般估计是到这个月底。就会货架上就没货了啦，就是中国的东西就没了啦，那个时候可能会大家会观察，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民众的不满啊，那川普会不会有新的一波民调下滑？那当然，如果金融市场也耐不到5月底那就开始又跌了这都是美国不能控制的因素因为美国。它自由社会嘛，它也没有管制市场也没有国营事业那也没有那么多的单位可以临时来给民众津贴啦那中国大陆的挑战是另外一种的，就是它的外贸企业就暂时生产停止那有一些企业当然会有冲击啦，然后一定会有人失业，那就是政府相关单位啦，要不要来帮这些企业跟失业的民众帮他挺住，所以是不一样的挑战那因为中国大陆的体制还有他们把这个事情的理解，把它视为是一个国家级别的战争嘛，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挺6个月是没有问题的，那重点在于川普能够挺6个月吗？这个我觉得变数就在这里了，就是。中国大陆当然还是会有一些行业辛苦这没有办法那当然就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很多洗产地的转口贸易就会开始出现。你刚刚讲的代购那个量不大了，转口贸易才是大那双方就互抓嘛那最明显就是美国就去抓东南亚的太阳能产品那大陆就跑去巴西跟阿根廷抓美国的大豆，不是这样吗？可是，我认为美国会防不胜防，因为中国大陆跟140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到处都是中国商人，所以转口贸易，我认为是无孔不入了。现在就已经发现，这次对等关税受灾比较轻的中东地区，现在就成为中国货大量进口的地方。那你认为是中东人突然爱用中国货吗？我看不是吧，可能另有他用。中东也抓准了商机转口。我当然是这样那最明显就阿联酋对不对？我认为会有蛮多这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世界上有名的自由港
一定都会有这个现象。新加坡也是啊，因为新加坡关税只有10%，不对等关税啦，10%啊。那我认为南美洲一定也有了啊，就是那美国人就去抓吧啊，这个叫做，因为它的利差实在太大了，145%所以我到任何第三地，就算我成本要30%，我还是赚100%。我觉得那个利润实在太高了。对，所以我觉得会有很多商人做这样的一个洗产地的交易了。那这个未来几个月我们就会看到了。好，来请教介老师。对，那个泡泡玛特是中国厂牌，它的这个已经在香港上市了，这个公司只有15年历史，就这样子啊，就闯出一个名号。老板是河南人。河南人叫王宁，单名王宁啊。那就变成其实这种玩具产业啊，这种 stuffed animal 产业啊，事实上这个成为世界级产业很有潜力啊。对，80年代、90年代，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产业叫 Hello Kitty， 三丽鸥，sorry， 那个三丽鸥，对。然后美国你看它的 Disneyland ，Disney Store。现在到处都是这个，所以他们的这个营业额很大。现在连 Disney 都跟泡泡玛特合作他现在就是说，他有他这种特殊的人物造型，那他慢慢一个一个自己创造出来，也有把一些既有的买回来，都收在他的名下。所以泡泡玛特现在就是说，他这个营业方式就是一个非常天才式的，然后卖盲盒。我也认识有人买了盲盒，都很兴奋哈。就是我，那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是中国产业，那这就符合现在就是福袋啊，福袋，我家都堆满了。这符合叫什么？这符合叫创意。就是说这个是所谓的商业模式的创意。对，那这个商业模式的创意，我觉得它比较怎么讲呢？比较重要的是，中国大陆过去都是代工。玩具都是美国的欧洲的大厂设计好了，交给中国的厂去生产，照人家的图纸生产，这个就不一样。这个就是自己的自主的品牌，然后自主的怎么样？自主的创意，然后呢，自主的这个推广的团队。所以它的强内在什么？强在创意跟团队跟这个行销。所以我们台北也有啊，台北在我们林口就有一家，最明显的位置，我当时去那边，对，三创、红海那个也有一个，好大一间，西门町还有旗舰店。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人山人海，我说奇怪，这是什么店？我后来还知道这个店原来这么了不起，所以现在在美国，现在它新盲盒出来，大家去抢在那边排队那个我一点都不意外。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完全是制造了，然后还有的这个在哪里？在创意，产品的创意，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商业模式的创立，然后还有行销的能力，这个就更厉害了。你只会制造，你后面这3点没有的话，那你还是停留在一个阶段。现在像这种泡泡玛特出来，你就知道中国的生意已经打到全世界了。而且不是拿人家图纸来生产，而是用自己的创意， IP， 而且那一种就叫 business model， 就是说生意的这种形态中国大陆已经证明有这个能力了。所以我觉得川普要跟中国打贸易战实在不太了解中国，所以搞到今天才没有人理他，天天在什么怪爷爷骂奶奶的。所以美国也把它誉为说这是 iPhone 级的现象，就像当年 iPhone 开卖的时候排成那种人龙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川普的这个手段，大陆其实很明白的也讲过就是我们已经看透你的手段，就是说，先把关税拉得很高，然后就我愿意降，那我们就可以来谈了。但问题就在于你不管降多少，还是比原来的高很多嘛。那原来的高很多是你片面的高嘛。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对大陆来讲的话，你要玩这一套，其实看得很透了。所以大陆对于川普的这种有关于关税的一个谈判的态度一以贯之，从来没有变，就是说要谈可以谈，要打可以打那在要谈可以谈这个部分里面，你必须要回到这个停止胁迫。那你要停止胁迫，停止讹诈，你就必须要拿出行动来。那所谓的拿出行动来，就是说要谈之前，你就必须要先把
你外加的那些关税全部拿走。那也就是说，对等关税的147%啊，145%你要拿走，钢铝税拿走，汽车税拿走啊，所有的税你全部拿走了以后，我们从你都拿走的情形下，然后从 WTO 的框架我们开始谈起。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大陆还没有跟你明说的是，要从2018年之前的关税基准来谈起，还是从今年4月的关税基准来谈起？他只是没有明说这一点。那过去是主张就是要从2018年之前的关税谈起嘛，所以我觉得川普不管你这个耍什么手段啦又说我愿意降关税啦我愿意跟你谈啦你也想跟我谈啦，不管你讲什么，其实大陆来讲就是说没有采取行动前都没用。那瓦罗就恼羞成怒啦那恼羞成怒的那瓦罗就讲尽各种狠话，讲尽各种难看的话，但是问题就在于没有意义啊。为什么？因为他并不是最高的贸易谈判代表，他是顾问，所以最后在谈判的时候，那对不起，不是他来谈，那没有人会跟他谈。原因很简单，就是他并不是一个可以在谈判桌上跟大陆来谈的人。那这样的情形，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你美国没有拿出行动之前，那大陆根本不会跟你谈。那 TDOG 这个又是更是一个笑话了，因为大陆的态度就是不准卖。对，就这么简单，不准卖。那对于川普来讲，他在面临一个考验，就是不准卖，然后你要不要关掉？关掉的话，那伤害的已经不只是 TDOG 的问题了，而是美国在 TDOG 上面做生意的这一些企业哦。因为美国有非常非常多人，包括运输、包括物流、包括这个广告、包括各种业者都在 TDOG 做生意。一旦关掉以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做生意了，这个影响也很大。还有就是在 TDOG 里面获得利益的网红，那这些更多几百万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对于川普来说，你要得罪整个美国的年轻人跟美国的各个阶层的人，我想他没有这个勇气，所以他只好自己打自己的脸，说我对于 TDOG 有特殊的感情，在演。那反正态度就是说，你要关你就关嘛。那我们来看看嘛，你关了以后，那我以后下手就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了。那下手那就很多东西都可以下手那我另外认为说，如果有一天川普把他的145的这个关税固定化之后保证美国会新兴一个行业，这个行业过去在台湾有，台湾过去对于奢侈品像化妆品名牌包都有那种跑单帮的。我个人觉得，如果川普一旦把它固定化以后，美国绝对会新兴这个行业，专门跑单帮因为跑单帮到中国大陆来扫货，然后再回去美国卖，哇，这个利润还很高，所以对大陆的企业影响不大，但是对美国影响倒是挺大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来看一下这个川普现在是不是逼走了好多的科学家美国的知名奈米科学家，哈佛大学的前教授利伯，他在美国被控告呢，涉嫌隐瞒参与了中国招募外国研究人员的千人计划。那最近他就是被北京的清华大学聘为讲座教授那所以好吧，这现在等于说一个推力一个拉力嘛。那个美国一直觉得说你这边也违反国安，你那边也怎么样，然后这边砍你预算，那边什么，逼得很多的一些专业的人员、教授或者是一些科学家都觉得说，哎呀，在美国不好待纷纷想要离开。那美国呢，其实现在也很缺这些专业人员。4月份的 AI 相关职缺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184%，但是有这么多人才留在这边吗？光是这样的一个新的统计就是中国大陆培养出来这个 STEM 这 STEM 的这博士毕业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数据显示2007年这相关数量已经首次超过美国。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因为呢吸引和留住外国人才对美国的重要性看起来美国好像没有在琢磨在这个领域因此呢，在现在各方面的研究领域上面，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好像输给中国大陆的迹象了。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北京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胡锡进，他就
就讲说中美关系紧张加剧哦，美国政府在对于这个在美的中国人总是好像要扣个帽子，这样怀疑他们嘛，所以华裔的科学家就遭到了一些审查，导致他们选择回到中国。而随着中美贸易战、科技战越演越烈，加上中国奋力建设科技强国，相信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这种归国潮会继续加速，而且现在还有观察到，现在中国大陆积极在招募，在川普上任以来被解雇的美国科学家积极招手，所以很多的美国科学家也开始选择转移到中国大陆那边，可能有更好的一些待遇跟环境哦。所以这个美国的人才正在遗失外流当中啊。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连华为在晶片领域哦，现在因为中国大陆致力于推动国产晶片嘛，所以就外媒在讲说，发现到华为在深圳的工厂哦，已经开始要尝试生产高阶的晶片来取代辉达以及台积电的技术哦。那金融时报就讲说，有记者实际走访，还有甚至有卫星照片在拍照啊，发现到说，在深圳这边，华为已经有这个先进晶片的生产线，有3座厂房哦，所以看起来他们这3座厂房在2022年就已经动工了，而且进展非常的迅速哦。其中一个厂房呢，会直接是由华为经手，未来可能是用来生产公司用于智慧型手机的升腾人工智慧处理器的7奈米晶片，这也是华为首次尝试自行制造高阶晶片。那其余2座工厂已在2024年完工，而且是采取委外经营的方式，那是交由晶片设备厂的新凯与记忆体晶片制造商这个深维讯来营运，所以这2家都是新创公司哦。但是现在目前工厂仍然属于华为所有。而李开复呢，他提到了，他说现在事实证明无阻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发展，更印证了这个 AI 大模型根本不一定要高端晶片等于是彻底打破了西方用银弹架构出来的大模型设定，就是讲说像 DeepSeek 的这种横空出世，对于整个 AI 或者是这样子的产业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那还有呢，稀土其实也是中国大陆反击美国的主要的一个算是一个反制裁。那中国大陆现在限制出口稀土之后呢，很多稀土的价格创下了新高啊。日经的中文网他们提到，纯电动车、电动汽车还有风力发电站呢，其实不可或缺的稀土价格正在快速上涨啊，已经创下了历史的最高价格，1个月内暴涨了2倍。连叶伦都提醒其实美国也有高度依赖中国大陆大部分的关键矿产，那这会用于在清洁能源技术还有电池领域所以这可能反倒会阻碍自己美国的发展。再来，美国的哈雷机车现在加了税之后，哇，现在人家讲说恐怕都不再骑得起了，因为缺少了关键的零组件，难以组装所以美制的一些汽车，美制车现在涨了12万元。接下来呢，恐怕这个平均这样子的一个涨幅不是很多人可以负担得起的，因为很多的零组件是仰赖进口。还有对照一下小电驴啊，这个拥有众多电动车企业以及完备的一些产业配套，无锡锡山被誉为是中国电动车之乡那世界的电动车看中国，中国电动车看江苏，江苏的电动车看锡山其实也道出来现在江苏无锡锡山区在电动车领域的一些核心地位，而且这个数据很惊人平均去年每分钟就有 2.4 辆的电动车从锡山走向世界，所以这个真的反映出来这个科技的日新月异，而且东升西降我们来问一下亮哥，这个 Charles Lieber 这个美国教授他是美国院士级的化学家了那他事实上就是常年就是跟中国合作。那之前美国2010到2019，事实上这完全合法那他当然也因为这样，因为他的级别非常高啦，所以中国当然有很多研究的经费就愿意给他这样结果后来就被告，后来他还出庭好几次后来好像是小额赔偿就把这个案子给结了啦好像是5万美元这样反正他就非常不爽然后你这样来对我这种院士级别的学者这样搞而且我也没有
刻意去违法。因为之前中美的学术交流是非常畅通的。对啊，我跟你讲啊，中国现在的留学生到美国、到全世界各地回流率啊，我看2023的资料是84%。那所以大部分都选择回去了，而且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留在美国一阵子的人也开始回去了，就是我们讲那个千人计划嘛，其实那个影响更大，因为有一些人已经在美国有研究经验、有教职，或者是跟美国方方面面的人士都打熟了，然后就因为千人计划、科技战啊。那一波回去了，大概有1400个人。那目前大概很多人啊，在中国都是重要的学校或者研究机构的主持人。其实这一波影响是最大的，因为他们在美国也能够那个就业，拿到某些机构的重要的位置啊。那结果他在美国竟然没有办法继续待下去，所以我这个坦白讲就是。感谢川建国啊，不然你要怎么说呢？或感谢拜振华啊，就是你等于是把中国最优秀的学者、研究员，本来在美国都已经站住了，都已经站立住了，你逼他回去嘛？对，这个每个领域都有了，那当然这个情况就会造成更多的留学生就选择就回去中国嘛，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美国自己造成的啦，对，因为科技最重要就是人才嘛，是，就你现在把人才都赶回去了，所以中国政府坦白讲自己还做不到这个程度啊，对不对？就感谢你都把他赶回来，这样。好，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对，其实美国有一个统计哈，它大概在2020年里的时候啊，就是说美国所有在科学。还有工程方面获得博士学位的这个所有的获得者，17%是中国大陆出来的留学生，这比例非常的高啊。那可是美国在2018年推动所谓中国行动计划以后啊，明白的对这些大陆出来的这些华裔的这些学者，或者说在读研究生的来讲的话，还有甚至在工作的已经进入工作岗位的啊。采取一个不信任的审查制度，那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大陆这些中国大陆出身的学者，事实上就开始已经有一些离开美国，那也不是完全都回了中国大陆，大概就是说，斯坦福大学有个统计，在2/3离开美国的中国大陆的学者跟这些学人大概回到了中国大陆，可是呢。这些数额就从2018年逐年在增加。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事实上整个美国的这个就业环境，甚至就学环境，对于中国大陆这些出身背景的人已经感觉不是一个很好的栖身之所，感觉他们会受到怎么样？受到歧视，或者受到限制，或者甚至受到审查，或者因此而失去工作。最差的呢，还被怎么样？还被起诉调查。对，美国大学里面，前2年这个斯坦福大学一个教授，他就因为就是说跟中国大陆接了几个研究计划，就被调查，然后呢，甚至起诉。后来这个因为美国学术界都反弹认为这个正常的学术交流，你要加入政治审查的话，那以后谁敢做交流？而且学术是最需要交流的。最怕什么？最怕闭门造车。那现在中国大陆在科技方面也有很多发展是超越美国的，所以呢，事实上的话，连美国很多学术机构，他希望都跟中国大陆的学术机构做交流。那可是现在美国的政治是在开倒车，所以呢，其实川建国搞的这些就是说对美国的这些华人高阶的，就是说这种知识分子华人不信任，其实正好是帮助了中国大陆。现在连美国人。这些不是中国大陆出身的也到中国大陆去了。不过搞科研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有奶便是娘了，就是说你要有钱有计划，这些做科研的人，他的事业才能够发展。对，你这些钱跟计划都裁了，譬如说了，川普就裁了哈佛大学23亿的研究计划。对，那这些人，这些做研究计划的这些高阶的科研人才到哪里去呢？
对，如果中国大陆有机会给他的话，给他同样做一个公共研究计划，同样的支持的话，那他当然到中国大陆去了。好，来请赖老师。大陆高科技，特别是晶片的发展速度这么的快，然后能量释放这么的大我觉得这个最主要是被美国人逼出来的不管是从川普的第一任拜登，一直到现在的川普第二任，他逼着中国大陆的企业，你要有活路，你就必须要自制，因为他把它断了，不管是光科技也好，先进制成的晶片也好，都把它断了。那断了以后，等于是刚开始不让你华为活。接着等于是几乎不让你中国的需要半导体的这些企业活，都不让你有活路的情形下，那你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怎么办？就只好自制嘛。那自己要自己做，那就当然就开足马力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不只是华为一家它本身突破，事实上它本身面对的是广大的中国大陆的内需市场，因为当这些科技、这些先进晶片。它的制程越来越厉害，例如说，现在7奈米没有问题了，5奈米也没有问题了，然后开始往3奈米的方向在迈进，良率从4成目标定在6成，接着一定会定在8成嘛。那这样的情形就跟台积电的 PK 就会越来越大了。可是如果大陆先以拥抱自己国内的这么庞大的需求量作为一个基础，然后等到它的量够大，它的利润够大，它的赚的这个营业额够大的时候，它慢慢的在国际之间就跟你台积电跟三星来竞争了。所以等于是美国的这种迫害，逼迫中国的这个高科技半导体的产业，接着反而把中国大陆自己逼出一条活路来。可是问题是在于美国的半导体基本上是脆弱的，例如说它的先进制程依靠台湾跟韩国的三星，它的光刻机依靠荷兰。然后它的设备跟原料依靠日本，那美国自己拥有的就是高尖端的设计能力，可是大陆是全自制咯。在未来它全方位都有的时候，坦白说，如果它击垮了荷兰的艾斯莫，那你美国跟你其他的国家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活路可言了。我个人是认为说，以这样的一个体制来看的话，中国的体制反而是十分的强大，美国的体制反而是非常脆弱，因为它要靠的是联盟的这种维系。可是，一旦联盟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谁晓得他不会赶快选择跟中国的合作？我觉得在部分里面，美国的影响力只会越来越低，一直循着美国的思路走，那是一条死路。中国大陆的创新就在于用中国的思路自己走出一条路。我觉得这个才是跟以往我们一般来讲在台湾崇美亲美的话，你将一直按照美国的思路走，最后你会发现你根本就走不下去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来看一下这个 Wars 到底是怎么样走的呢？现在据说还有一个内幕消息根据美国的《每日野兽》这个报道呢，他就讲说，可能呢，它是有群聊门的泄密事件之外，还有没有经过川普授权的情况下，跟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就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进行了密切协调，从而激怒了川普那美国的这个高层顾问就评论说，这个 Wars 的举动相当的不妥你是美国总统的部属，而不是其他国家领袖的幕僚，所以你不应该这样擅自进行另类的协商那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4月3号的时候，也在 X 上面发声明否认，就说从来没有就伊朗问题跟 Wars 经过任何密切的接触。但现在看起来，根据半岛的报道呢，美国跟伊朗原定在这个他们报道的同一天出刊日5月3号要展开第4轮的核协议谈判，但是后来就延后举行了。外界就研判可能跟美国近日来对于伊朗石油业
寄出的新制裁有关，所以现在看起来不太乐观哦。那另外还有这个全球的地缘政治冲突又在升高了。也门叛军呢，他们飞弹落到了以色列的机场附近哦。那以国的防长誓言要反击啊。那看起来这个落到机场附近，但是目前没有传出重大的伤亡。以色列的防长呢，他讲说，要予以强烈反击，但是现在会怎么样的反击呢？不知道。纳坦雅胡讲说他事后发布了这个影片，讲说会听到很多的爆炸声，所以可能要用一种爆炸的方式来做回击吗？而且美国从3月起加大对于青年运动的打击力道，但是呢现在效果看起来是很有限的因为看起来你看美国还被击落了 MQ9 的死神无人机，也就是说美国在这边好像越来越难使得上力啊。那伊朗呢的电视台他们提到了德黑兰当局展示了一款射程达到1200公里的新型固体燃料弹道飞弹。那伊朗的防长讲说，如果美国或以色列发动战争德黑兰也会予以回击。这是在目前这个中东这边。那另外一个这个看起来快要引爆的战争就是印巴这个巴基斯坦跟印度最近在喀什米尔爆发了一些冲突那所以现在全球都很担心，因为两国他们其实都有核武所以这个巴基斯坦还试射了射程450公里的这个弹道飞弹。现在目前两国气氛十分的紧张，那就连范斯呢也要求这个巴基斯坦跟印度一定要冷静要找出喀什米尔屠杀案的凶手。卢比奥也要求双方要进行合作，降低冲突。但是巴基斯坦的大使是放了狠话，我们也来听一下。The frenzy media of India and the irresponsible statements coming out from that side has compelled us. And there are some other leaked documents whereby it has been decided to strike certain areas of Pakistan. So that makes us to feel that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and it's imminent. We'll use the full spectrum of power, both conventional and nuclear. 好，所以美国喊了半天，看起来似乎不太奏效那现在目前印度跟巴基斯坦是呼吁什么呢？他们希望中国跟俄罗斯能够参与调查，然后来出面调停所以反倒是期待中俄来调停，美国或者是说川普直接是被撇在一旁。甚至还有最新消息就说看起来伊朗的外长也要在下周访问巴基斯坦跟印度。伊朗中俄现在倒是连线成一块这伊朗首先来做一些调停嘛。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这个亮哥，这个美国最近因为对伊朗的石油出口做2级制裁嘛，这个当然对伊朗是非常大的压力啦，因为还好是因为中国是最大买家，那中国也不在乎，不然对伊朗的经济那就是非常大的压力那现在的问题在到底美国你跟伊朗，你到底矛盾是要拉到哪一点因为伊朗要的其实不多，他要的就是你取消经济制裁，就这样而已可是美国是川普自己退出伊朗核协议，那个是2018年，那现在川普又上来了，那伊朗当然不可能在这6、7年都没有进步嘛，所以人家那个核浓缩已经从当年的5.6% 拉到现在60%，那也发展出无人机的产业。等等那你美国是要伊朗退回到2018吗？他怎么可能答应？那如果是现在是60%，你要不要接受？就是我就不再继续发展，因为核武级别要95%嘛。那事实上，伊朗也跟中国跟俄罗斯在北京谈完了。我认为中俄基本上是接受这样的方案就是我就现状我就不再往上就是60%那他可能把它转为核电那另外就是他的现有的军工还是维持在现状可是美国可能不愿意了那我认为不愿意的应该是以色列了，因为从60到95
如果真的是秘密做了啊，像北韩这样啊，理论上1年内可以完成，那以色列受不了嘛，这是信任的问题嘛，那以色列就完全不愿意谈啊。可是我们就看到，那也门胡塞武装就因为那个加沙战争，然后就现在那个矛盾就一直卡在那里啊。那美国2艘航母也不离开，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加沙战争不是结束了吗？哈马斯也没剩几个人啊，你2个航母为什么还要继续停在那里？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你还是准备要为可能的以色列攻击伊朗提供必要的资源嘛。所以我觉得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要解非常的困难。就是说中国跟俄罗斯，因为他们跟伊朗比较有信任的关系啊，那中国大陆实际上也在买伊朗的石油，那美国认为这些他都不能接受，那就是那可是以色列对于伊朗什么样的条件可以接受？我认为对伊朗来讲是非常不合理的就你怎么可能叫我这6、7年来所进步研发的一些状况都要倒退回去？对，因为核协议不是我造成破局，是你川普自己退出啊，然后拜登就不敢回去嘛，所以等于是始作俑者是你美国因为这当初是奥巴马支持嘛，结果大家就签了嘛那包括欧洲国家也都在里面破坏核协议是你美国政府那你现在在怪罪到伊朗自己破坏之后的发展状况，叫你要倒退到2018的状况，我觉得这个不可能是做不到的啦那欧洲国家，我认为欧洲国家也不一定支持美国的立场，那可是就是因为形势比人强以色列就是军力比较强大嘛，那美国就完全都听纳坦雅胡的意见嘛，就这样。好，请教介老师。其实这个 Wolves 去职跟当时这个川普在1.0的时候，他把他当时的国安顾问John Bolton 把他 fire 掉，可能也蛮像的，这个背景蛮像的。因为有一次川普就当着众人的面，包括记者，他就指着说那个家伙就是 John Bolton， 他说我如果听他的话，我们美国已经打了2场战争了。所以 John Bolton 是一个非常好战的，他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华府的名声就是一个叫什么？他叫 New Con， 就是新左派里面最激进的人，代表性人物。所以事实上 ，John Bolton 在这个原来在小布希的政府的任内当时小布希提名让他去做，提了很多职位，那个参院都不同意，美国参院都不同意。后来就是说提名他去做什么？做这个联合国大使参院从头到尾都没同意，不同意以后是怎么样？是用这种所谓的这种休会任命，叫 recess appointment， 也就是说，我现在参院因为现在的休会，所以总统就直接任命他去当，可是必须要2年之内参院要追认，如果没有追认的话，2年时间到，他还是下台。就John Bolton就是参院从头到尾都不同意，也没有追认，时间到就自己下台。所以那个这个 John Bolton 那种鹰派好战的这种形象你看多令人讨厌，连川普都不太喜欢。所以川普也有一个给人家印象说他都可以交易，可是不要老是跟我讲打仗的事。那这一次这个 Wolves 他被解职，说实话他跟川普还是老关系了。他在川普 1.0 的时候就在川普的幕僚内就做过了，而且在川普这个落难的4年中对川普时常这个送暖，所以一开始就给他一个重责大任。没想到他这纰漏出的蛮多的。可是我记得当时他这个所谓的这个把这个 Atlantic 这个大西洋杂志的主编那个搞入保密的群组里面的时候，川普公开替他还价，所以说这个是没有什么这个恶劣的后果出现这个只是一个这个不小心的事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可现在突然被解职，那这个爆料的说，是因为他跟
内塔雅胡两个共同商议的结果，认为说现在对伊朗出兵的时机是成熟的。所以不只是说要不要出兵，是他们已经认为有这个出兵的这个时机了。我想又是喜欢打仗的，所以最后被川普拿掉。不过他还算不错，川普还让他去做联合国大使还没有让他怎么样流落街头这算是不错的了。好，请教赖老师。确实，因为川普在第一时间是力挺沃尔茨的就是说，哎呀，这个泄密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了等于是以后再改进嘛，不要再发生就好了。可是问题是在于，怎么一段时间以后就突然间下台一鞠躬了？这个当然会引起大家的揣测那当然就有人爆料了，说应该是他越过川普了。那这个就是川普所无法容忍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决策都只能由川普做。你要做任何行动都要经过川普授权。你如果没有经过我授权，你越过的话，那这个他就碰到他的底线。如果是如此的话，这个就合理了也就是说当然对于内塔尼亚胡他一定否认了，那否认的话参考就好，可信度并不尽高因为我们都知道政府很多的时候的否认常常是不得不为他不会说实话的所以不需要太相信政府在公开场合里面所说的一些话那有关于这个胡塞组织给以色列带来的困扰，我想短时间也不可能解决了。这一次是打了以色列的国际机场，造成它的关闭这个对以色列是有损失，而且损失也不小因为你想一个国际机场，例如说假设我们桃园的国际机场一旦关闭的话，你想对我们台湾影响会有多大？对于经济啦，对商务，对各种来往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坦白说，它可用的筹码跟空间并不大。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出动地面部队，你说我要再多几次的去空袭这个胡塞组织，除非你的情报非常的准确，然后如果你的情报没有办法准确的不得了，那胡塞组织是游击部队它是化整为零，所以它的这种轰炸其实效果都是很有限的。因此美国跟英国、以色列对胡塞的轰炸已经不在少数了，其实到现在都还在炸，但是并没有因为这样子，我们看到胡塞的作战力就减弱了。美国的无人机 MQ9 无人机还是一直不停的被击落，现在已经被击落，估计已经20几架了。这个对美国的威望也很有影响。前段时间我们看到了有个画面，就是有关于美国的这个战机的一个问题。那也就是说，胡塞本身不但攻击以色列，他也攻击美国的航母。这个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一枚突穿，因为前段时间造成美国的航母的一个大回转，然后造成它的这个超级大黄蜂落海还有包括它的拖引车落海，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已经有突穿，而且呢，事实上它打的点刚好是在于他们的升降梯要收回去或者要出库，因为现在不晓得是出库还是要回收的情形下，刚好在升降梯，而且是刚好是在于他们把挂钩拿掉的时候那段时间去打，然后造成它的一个大回转，所以飞机才会整个甩出去。这个代表什么？代表胡塞是不是已经掌握了美国航母的一个运作的规律？或者是有内贼把这个讯息通知给他们，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情报单位把他们的讯息通知，要不就是偶然巧合。这个对于美国来讲影响其实蛮大的。